国考这2天要出成绩了啊，那8字没一撇呢。这牛还没上天，有人就搁那吹呀，我以后得要嫁给当官的呀。昨晚呢，一对分手的情侣啊找我调解矛盾的，是调解分手的呀。哎呀，这年头啊，这种苦逼活啊，以后啊咱可不能接。这5年前呢，男士啊大专毕业做销售的，自己挺努力，1个月能挣到1万左右，这个钱已经不低了吧。当时呢谈了一个同校的女朋友，但是人家是本科啊，学的是设计，同年毕业，工作大环境啊不太友好，女朋友啊就在家里准备考研，男友呢就在外辛苦的搬砖呢，是一点点供养她，每月呢给她交着房租水电，额外再给3000元的生活费，还不定期的呀给她结算着花呗。这1年后啊，女友顺利的考上了研究生，男友呢因为疫情啊这工作呀不好干，每个月呢也就2-3千的收入，但每个月依然会给女友打过去3000的生活费。去年的女友是硕士毕业啊，男士希望他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安定下来，2个人呢可以早点结婚，被女友给直接拒绝，说要全力去考公务员。这男友心里可不放心啊，那供养你3年了，你还不得赶紧跟我结婚啊？这要是考上公务员，那万一把我踹了怎么办？于是啊，男友就提出啊可以考公，但是很希望2个人呢是先登记结婚。谁知这个提议啊直接把女友给气着了啊，那就跟炸了毛的豪猪一样，说什么我也不同意。最后呢，2人又约定好可以考公，但是不管考不考得上呀，出了结果立马就登记结婚。双方都同意，于是男友又开始辛苦的搬砖，又供养了女友1年。就在前天的时候，这国考啊马上就要出成绩了嘛，女友提出分手，理由是2人性格不合，男友不接受啊，认为女友啊肯定是因为马上就要出成绩了，怕和自己结婚啊连累他，所以才分手。女方听了之后辩解说呀，已经都没有感情了，在一起也没有必要了。男友听完情绪很激动啊，说2个人这将近6年的感情怎么可能说没就没了，自己还等着结婚呢。就这样2人的是你一言我一语啊，互相争执啊呀，把我夹在中间。最后女方和我说了实话，说自己的研究生同学们啊，不是找了博士啊，就是找了公务员，要么就是找了个留学的。男友现在这个条件确实不是一个阶层啊，家里人根本就不同意了，在一起呢只是互相耽误。听到这儿，说实话我也不太喜欢听了啊。我问这姑娘，男方供养你这5年多的时间啊，学费生活费你爹妈干嘛去了？她说他们都是农村的，家里穷没有钱。男方听到这儿就有些控制不住啊，说自己付出了这么多年，你怎么忍心跟我分手啊？这姑娘听完呢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啊，说的好像你没跟我睡一样，便宜你也没少占吧。一语激起千层浪啊，2人又开始为这谁占谁便宜啊吵架。哎呀，这3观刷的我家那乌龟壳里都锃光瓦亮。吵到最后啊，这姑娘开始劝男士啊分手。2人本身就不在一个阶层了，结了婚也要离婚的。男方这边呢说什么也不甘心，觉得自己这几年付出的啊青春没有了，钱也没有了，这老婆也没有了。这时候女方说了一句话啊，真的又让我刷新了3观，我一直在努力进步，你呢？听到这儿咱也不能忍了呀。姑娘，我就不说包养这么恶心人的话了啊，我是真为你男友感到悲哀啊。你说好好一男友，干了爹的活，还没那个男友的待遇，也不知道图个什么呀。你说你也付出感情了，恕我直言，我看到的只有你在混一张短期饭票，而且还混的是理直气壮。假如你考上了公务员，大概率你会觉得他配不上你，会一脚把他给踹掉，然后跑来相亲啊，就问媒人什么样的男人才能配得上你这种颜值在线的国家公务员吧。保佑啊，你这种人千万别考上，有你这样人品的公务员，那老百姓也是遭了罪了，看不上这儿看不上那儿的。最后调解，这男方同意分手，要求给这5年的生活费啊都是有转账记录的，一共算下来有12万多，其他的还都没算。女方觉得这钱要太多了，说自己也付出了这么多年的感情，不应该算得这么清楚，说只愿意拿出2万分手。我一听啊，这都觉得不公平啊！你大白天做梦拿人家钱怎么这么不要脸啊？都要当公务员了，给自己留点脸，这要是闹到单位，你还怎么混啊？最后这女方呀同意签了一个10万的欠条啊，3年还清，这事啊才能结束。现在呀跟以前的爱情不太一样了。我那时候听我妈说呀，我就当年考上公务员的时候，第一时间跑回家。那个时候交通也不发达，需要坐摩托车啊，摩的啊，就倒好几个村子，找到我舅妈，抱住她，第一时间就告诉她呀，我要娶你，说她有能力给她幸福了。现在呢，上岸第一件呢，先把心上人给踹了。爱一个人呢，你就好好爱啊，别那么多的利用。我一般不跟人说心里话。哎呀，这最近火大啊，上户外来降降火。我跟你们讲啊，这有些人找对象，你真的能让他给气死。今天上午一位32岁姑娘来找对象啊，她说自己是90年的，本科学历，身高在目测150左右吧，年薪6万多啊，家是农村的，有个弟弟。
说完之后啊，先是跟我感慨呀，自己单身这么多年，从来都没有遇到过自己满意的。后面呢是抱怨现在男的找对象对他呢是挑三拣四啊。我问他择偶要求啊，他说男人能力要放在第一位，这年薪啊起码在20万以上。现在这社会啊，低于20万活着都困难。其次，我比较看重男方家庭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的优先考虑。这第三呢，我欣赏那种有大格局的男人，这人一定要好，有远见。听完那一瞬间呀，我是发呆了几秒。我问这姑娘，你是头回相亲吗？她说不是呀，我都相了3、4年了，但是我从来都没有遇到过我满意的。说完还很疑惑的问我说我要求高吗？哎呀，说我已经忘看很多了，要不是这年龄大了，低于50万年薪的我都不会见的。当听到这儿的时候，我确实没有控制住笑了一下。这姑娘直接瞥了我一眼，我立马收敛一下，问她除了这3点还有其他的吗？她说呀，主要就是这3点。我一听这感情还有次要呢。我说这有个男士91年的，常年在国外工作，1年20多万，单亲家庭，母亲是在国企退休，要求不算高，想找个女孩子呀是本地的，人好就可以。这姑娘一听呀，就跟我说，哎呀，这30多岁了，在国外工作才20多万呢，一看就没有能力，不考虑。哎呀，听完我是直接怼了过去啊！你自己不才赚了6万吗？你嫌人家赚20万的没能力啊？他说我是女人呀，那赚钱我是指望男人的，问我还有没有合适的。我说呀，这有一个大你3岁的卖二手车的，收入不错，1年20、30万。还没等我说完，他就打断我，跟我说不愿意。这卖二手车那不都是2道贩子吗？这工作不体面。哎呀，听得我是人屎忍尿，我也忍不下去你来找对象没照镜子看看你自己什么样吗？单拿哪一项出来你都是个王炸，个子不高，年龄不小，农村户口还有弟弟，最关键的是这个事儿多脾气大，毛病还不小。你想让年薪20万以上，家庭条件好，工作体面，有情商的男人来认识你那真的是痴人说梦了。就刚才我给你介绍那2个男生人家都不一定能看得上你。你都32岁了，符合你这些条件的男人，要么结婚了，要么人找个这个子高、身材好、年轻又漂亮的，不行吗？你不要这么的不自知他说我可以接受年龄大我10岁以内的。我问他离异带娃的你接受吗？他说年薪50万以上的，离异不带娃的可以考虑一下，还得看这个人的工作和外貌怎样。我一听完了那养老院里一亩3分地那就是你的归宿了。来找对象都稍微收敛一点，别老跟欠儿灯似的二虎吧唧毛了3光的，说话办事你得有点谱吧。缠别人的钱咱们就得包容一下人家的缺点。怎么地？你把我这当成中国梦想秀了？我是来给你实现梦想的吧？时间长了别让人膈应。送客这种人真难伺候。王八们，快送走。滚。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相亲成功的故事拯救一下那些听我视频比较迷茫的心灵们上午呢，有一对情侣来给我们这个送喜糖，他们上个周是刚刚领了结婚证婚期定在了下个月。跟他们聊了一些之后我还是有很多感慨的，就是幸福一定是双向奔赴来的。那我给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相亲过程。最开始是这个姑娘先来找我找对象应该是去年11左右吧，身高大约在165上下很瘦，戴个眼镜，不太爱打扮，但这个面相特别秀气。父母呢都是农村的，是一名小学老师。他来找对象就是想找那种和他们当户对一点这个男方工作在事业单位人品好的。我记得在前面呢给他介绍了2位，这第一位呢可能是觉得他是小学老师嘛，这活有点累就没太同意。第2位呢是觉得这个姑娘家是农村的，父母没有社保，也给拒绝了。这第3位呢就是现在这个老公男士是92年的，在区政府上班，工资不是很高，但是小伙子性格稳重，脾气也很好。2人第一次见面呢，虽然没有太深的这种感觉和大家其实都一样的，只能说不讨厌也不喜欢，就尝试交往看看嘛。简单加了个微信之后的一个周末男士就请这个姑娘出来吃饭，吃海底捞。这姑娘呢答应了，但是却说自己想吃那种自助的旋转小火锅，就是围个大圈上面什么菜都有。男士听了就觉得有点不太上档次然后姑娘却说这有啥能吃饱就行，咱俩就聊聊天认识一下嘛。于是这第一次吃饭呢，2人一共花了有70多块钱。事后这个姑娘就说起这个事儿嘛，就是今天说的当时呢就觉得和男士第一次见面，那还没个结果就去吃人家好几百他确实不好意思。饭后呢，男士就送姑娘回家，这个路上就说起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赶集的时候买上很多根的这个大麻花，自己特别爱吃麻花因为现在工作忙好久都没有去买了。在这次见面之后2人的印象就慢慢好了起来。后面这半个月呢，因为疫情管控2人都没能见到面，一直到解封呢，2人才算见了第2次面。
这次啊，男士啊说什么要请这个姑娘去个体面点的饭店，俩人就定了去吃西餐。那天呢，这个男士先到，这姑娘是后到的。人姑娘刚坐下呢，就从旁边的手提袋里拿出了6根麻花，跟男士说呀：“我在路上看到有卖的，我记得你特别爱吃，我就给你带了一些。”结果那一瞬间啊，男士就觉得呀，这一辈子一定要跟这个姑娘在一起。吃饭的过程当中啊，两人是从过去聊到未来，从生活聊到工作，感情也发生了一些这个细微的变化，就是越来越喜欢和对方在一起。之后的每个周末呀，他们都会约会见面一次，这个逛公园、吃饭、看电影啊。那这周呢是男士请客，下周啊就女士回请。在认识1个半月之后啊，有次送姑娘回家，这男士就问她呀：“我能当你男朋友吗？以后啊我会好好照顾你的。”姑娘听完呢，很害羞的说呀：“好呀。”没有任何的表白仪式啊，也没有那么多浪漫的话语，两人呢就确认了关系。从那以后呢，两人生活上呀是互相帮助啊，精神上也是互相鼓励。夏天呢，男士啊带着姑娘回了趟老家，男士老家是在农村的，姑娘呢是精心给男方父母啊买了衣服，还带了好多东西。到了家里呢，并没有嫌弃家里条件差，反而很积极的和男方父母说话，拿出给他们买的衣服呀帮他们试穿。这男士父母啊是看在眼里啊，喜在心里。随后啊，男士也是大包小包去了姑娘家里啊。姑娘的父母呢也是特别满意，觉得男士啊这小伙啊是做事稳重，人品不错。随后两家就这么定下了亲，彩礼呢是38800，女方陪嫁2万，再加上冰箱、洗衣机、空调等等啊，谁也没算计谁。今天上午两人过来的时候啊，女方说自己怀孕3个多月了，这个男士也笑笑说呀，就有点腼腆不好意思啊，说我们也要当父母了。那些话呀没有任何很华丽的词修饰，但是让人听起来它就是很温馨。两人走的时候啊，男士给这个姑娘把外套穿好，说别冻着。这姑娘呢给男士啊整理了一下衣服啊，说这衣服脏了，回家呀我给你洗洗。送他们离开之后啊，你就会特别深的感慨啊，幸福的婚姻谁说没有？或许没有一见钟情、怦然心动，但却有着往后余生细水流年。此刻我的心情是极度不稳啊！现在好多人找对象，那简直是要疯了呀！上午有一位84年的姑娘，今年是38岁，来找对象。本科学历，事业单位上班，身高在160左右吧，身材蛮好的。这长相，哎呀，我就不评价了啊，自己猜。重点是择偶要求。这刚一进门啊，包包一放哈，坐在那儿，一股港台腔就来了。啊，你好姐姐，我呢是想要找对象啊。那一瞬间，咱不说别的，你还比我大呢，就这声音啊，我一个女的可都受不了。这男人啊，听的都得发酥啊。我一看人家这么温柔啊，那咱也得柔一点啊。哎呀，可惜我这嗓子啊，天生就不大好听啊。你好，请问你想找什么样子呢？姑娘一听呀，跟我说啊，我现在是事业单位工作，父母都是体制公务员，家庭条件优秀，我想找个门当户对的。我一听啊，老铁没毛病啊，门当户对啊，这个咱都理解。我问他具体的择偶要求是什么，他说呀，本地人，房子全款不低于140平，洋房别墅的优先考虑，车子呀不能低于奔驰、宝马等品牌啊，年薪不能低于50万，薪资高者优先考虑。哎呀，听得我的是目瞪口呆呀！我说姑娘，你要找的这个男士好像跟你不是门当户对的吧？他说我爸妈都是公务员，我也是事业单位的，我们家有2套房子啊，条件很好呀。听完呢，我还是很耐心的跟他说呀，我说是这样啊，相亲市场上你要竞争的呀是同性，那你这个条件的男人啊，能不能在相亲市场留下，咱先不说，这就算有，那一定是很多女人都想要的呀。他说我又没有要求他其他的，我只要这个人有能力，年收入高就可以了。我说呀，哎好，有一个男士呢是79年的，离异，条件挺好，带个孩子，你愿不愿意认识一下？他说那有孩子不行，我还是未婚嘞。那有个80年的男士啊，做买卖的，早起晚归啊，就摆摊嘛啊，能吃苦，一年能赚个几十万，你考虑不？他说不行，年龄这么大了，工作环境还这么差，我是事业单位的。我说那有一个男士啊，是和你同龄的84年的，自己啊开车行的，赚的也挺多，但是个子不是很高，有160左右，还有点胖。这个外形啊不太合眼缘，所以啊一直不太好找。他一听啊，我这个人啊对个子矮的、长得丑的都没太有感觉，难道就没有优质一些的吗？我问他，我说那你觉得什么是优质的呀？他说啊，年薪50万以上，房子啊没有贷款，开公司的或做大买卖的老板，身高175以上，长得有眼缘。他想了一会儿又补充说呀，情商要高一点啊，明事理要孝顺的。听到这儿啊，我是直接撂挑子不干了呀，我给你找不到这样的男人啊。大姐，你要求不止多还高，你现在这个年龄啊，必须要认清楚自己，人家年薪50万的，干嘛要找你呢？找个年轻的，事不那么多的不好吗？他听了就极度不愿意啊，跟我又强调了一遍啊，自己是事业编，这个父母都是公务员等等。
我说你这要求啊，我肯定是帮不到你，你再耽误下去啊，就要40了，更难找了。你要是信我啊，听我一句劝，你要么年龄别卡得这么死，对吧？也别要求人家离异不离异的了，你把年龄啊放宽到50岁，我还能给你看看。他一听就很激动的跟我说啊，我才30岁啊，要找一个50岁老头吗？你搞错了吧？我忍了一下啊，我说那你啊年收入就别要求这么高了，50万多少人能达到啊？他接着说啊，如果一个男人一年赚不到50万的话，连我的生活费都负担不起。我一听啥？你还有生活费？他说自己啊一个月工资5000多点，按照现在这个物价，没个万了8千啊，根本活不下去。我反过来问他，我说你的意思是你要找个有车有房、年收入50万以上的男人，还得每个月给你额外1万块钱的生活费吗？他理直气壮的跟我说呀，对呀，不然我嫁给他干嘛呢？疯了，实在是忍不住了啊！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你找对象那简直就是异想天开呀！姊妹儿，快40的人了，还挑3拣4，这儿也要那儿也要，再挑下去啊，都要停水停电了呀！84年的法拉利，它外表再怎么新，它发动机也快漏油了呀！这姑娘听完啊，拿起包就走啊！临走还跟我说呀，你这边资源没有就说没有，别扯什么我要求高，我要去别人家。看着他离开呀，我心里还真是有点难过。在相亲市场上认识不清啊，真的会害了一个人的。我这人呢，向来对事不对人啊。有人来找我找对象呀，那简直把我当成可爱的 Hello Kitty 了。上午呢，有一位83年离异多年带孩子的大妹子来找对象啊，个子不高，160不到，长相呢只能说是4、5分吧。这个离异多年带一个女儿，她来找对象，要求啊就一个，希望男方年收入20万以上就可以，也接受男方离异，也接受男方带孩子。我问他，我说你做什么工作？他说呀，自己现在没上班啊，孩子上初中，花费也不多。前夫每个月给打1500的生活费，但孩子呀马上就要上高中了，这个学费就要贵了呀，家里开支啊也会变大，没有男人那可不行。我问他，我说既然钱不够用，为什么不去上班呢？他说自己学历不高，年龄还大了，以前啊在服装厂上班，现在还要接送孩子，也没时间去，最主要这么多年没上班呀，也懒散惯了，不想去上。我听完了就问他，我说那你为什么是离的婚呢？他说呀，自己和前夫啊老是吵架，我们俩脾气啊不太好，他不让我，我也不让他，时间长了呀，就过不到一块去了。自己啊也想找一个脾气好的。听完我就跟他说啊，现在男人都希望女人温柔一点，那你再婚能改脾气吗？他说我改不了，这脾气啊一辈子就这样了，男人不都得大度，应该让女人吗？听完我就忍了忍，毕竟做服务这一行业，咱也得有耐心呀。我问他，我说结婚之后还能要孩子吗？他一听啊，妈呀，我都40岁了，我还要啥呀？哎呀，听完我就问他，我说你年龄还大，脾气不小，不想上班，还不愿意生孩子，年薪20万以上男人为啥娶你啊？我转身啊，我就骂了我那许愿池里的王八们啊，门又没给我看好。最后我和大妹子说啊，现在啊有一位男士符合你要求，早晨4点多出摊卖早餐，晚上在夜市里摆摊卖炒面，11点多才回家。人呢正直老实，能吃苦能受累啊，年薪至少30万以上。今年41岁，带了一个儿子16岁，你愿不愿意认识？女士一听啊，哎呀，这早晨这么早，晚上回来那么晚，还是个儿子啊，这除了赚的还行，其他我都不太能接受啊。有没有白天能上班的，带个女儿的也行。这儿子吧啊，咱说实话，得给他买房子，攒点钱都让他花了，最后再有个啥，我们母女俩不都白伺候了吗？听完呢，我忍了忍啊，我说好，还有一位啊，是船员，赚的也挺多，一年20万以上，离异有3年多了，39岁，有个女儿12岁，出去几个月，回家待1个月，你能不能接受？这大妹子一听啊，这么长时间还不在家呀？不都是我一个人看2个孩子吗？我自己的孩子我都忙不过来，他自己女儿还不管吗？有没有工作好一点，能在家里时间长一点的？我说有，坐办公室是个经理，年收入20多万，今年40岁，有个女儿，他爸妈给带，不影响你们生活。哎呀，这大妹子一听可高兴了，说这个行。我说人家这个男士要求啊，女方35岁以内，有稳定工作，不带孩子，身材好，长相佳。他一听啊就不太愿意，嘟囔了一句啊，条件不咋地，要求还挺高。最后我是忍无可忍呐，你能不能现实一点？40岁人了，没点独立能力，光想着嫁男人吃饭，不给生孩子，也不愿意伺候人，光想着照顾自己的孩子，别人孩子还嫌麻烦。想要赚得多还挑别人工作，工作好的赚得多的还能照顾家里的，人家娶你干啥呀？你是身材好，年轻，能生孩子，能听话，能照顾家里吗？样样做不到，事还不少，占便宜没够，一辆几10年的桑塔纳，还想找个免费加油站，关门送客啊！以后这种人不许进。这接着啊下雨了，没有人来找我许愿啊，这特别闲呀。咱们今天就聊一聊啊，这个颜值在相亲市场上到底重不重要？
我可以先明确的告诉你啊，相当重要，重要到你只要长得不好看，不合别人眼缘，那在相亲市场上，你就算其他的优秀的光环再多啊，都没屁用，往往结果是惨绝人寰。就有一位男士啊，35岁，北京大学的博士，优秀吧，做科研工作的，年收入啊轻松是30-50万，人家父母都是大学老师、高职干部，不论家庭啊还是自身条件，他都是很优秀的。就是本人个子不高，而且偏胖啊，五官长相啊，他不是很好看，反正不合眼缘啊。他相亲了4-5年都没有遇到合适的，这很多啊都是看资料满意，但一见到他本人啊，都说啊没眼缘。反正啊，所有的拒绝理由啊，无非就是觉得男士啊长得丑。这前2年呢，家里给他介绍了一个姑娘啊，28岁，本科学历，有编制的小学老师，长相挺漂亮的，这男士啊挺喜欢。见了2次面啊，也问过女士啊是否愿意交往，女士也没同意，也没拒绝。男士就开始追啊，车接车送，有教必应，礼物也送不停。就这么过了大半年啊，手都没有牵过，送姑娘上班啊都得离公司远一点。夏天呢，这个姑娘过生日啊，男士啊给她安排了一个饭店最大的包间，现场布置得很漂亮。他跟女士说呀，自己有事啊就不去了。其实呢，就想借这次机会啊，给女士一个表白的惊喜。晚上呢，女士跟朋友就去吃饭了。这饭啊吃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间黑灯啊，男士推着生日蛋糕，手拿鲜花呀就进来了，单膝跪地就表白啊。结果人家姑娘立马很尴尬，直接拒绝呀，和朋友解释说呀，男士只是普通朋友，大家呀别误会了。男士听到这很伤心啊，转身就走了。女方被甩呀，心里很不痛快啊，说男士啊，既然长得丑啊，就不要脾气大，还情商低。在相亲市场上也有一些姑娘啊，条件很好，但是因为长相呢是屡屡碰壁。条件好的男士啊，都喜欢漂亮的，这条件差的呀，自己他又看不上。人生啊，他总是这么纠结。有句话叫做3观跟着5官走啊，说直白一点，就是你长得好看，咱们俩3观就合适；你长得不好看，我们的3观啊，它压根就不合。千万不要听对方说呀，哎，我这人啊不看长相，看人品的。我给人介绍这么多对象，我告诉你啊，这个人一定很虚伪，人品都是需要先相处一段时间才看的。那第一眼看的永远都是颜值。你要承认呢，这个世界上它就是这么不公平。95%的人呢，不论男女啊，大家都是看脸的。长得好看、条件又优秀的5%的男性呀，得到了95%女性的爱慕与心动，而95%的男性啊，去争夺那仅有5%的漂亮又聪明的女性。我不是去攻击那些看脸的男女啊，因为不看脸并不是他们的义务。每个人呢都可以选择利己的择偶要求，明白这个基本逻辑，不是为了让你找到一个冠冕堂皇去伤害别人的理由，而是当你作为弱势群体的时候，如何能够更好的去保护自己。换句话说呀，如果你是马云，就不要呀用陈冠希的那套方法，你要学会用自身的性格魅力。相亲市场上看脸现象是特别严重的，因为有对比有竞争。那你可以在生活圈当中啊多去努力，制造认识的机会。两性关系的和谐的点在于感觉，那你就要去制造这种感觉。比如说呀，你情商高，会来事，会说话，或者说你性格幽默，或者说你做事啊有目标有方向，很淡定，对未来有规划，侃侃而谈。那女性呢，就是性格啊温柔体贴，善解人意，明事理等等。这些性格魅力啊，可以让你在两性关系当中啊占有优势。当你的性格魅力和能力以及内在的影响力啊超越过你的外貌，那就是另外一个结局了呀。没有内在呀就去创造，谁也不是天生就有的。躺平和摆烂根本就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大家呀不要自暴自弃。这萝卜茄子一筐菜，歪瓜还有裂枣爱，人生处处是惊喜啊，破锅自有破锅盖。我感觉我为你们都快操碎心了呀，你们相亲能不能有点招啊？昨晚一个大男人心情特别压抑的告诉我，自己又被甩了，都快40了，还是找不着老婆，车房存款都有，工作也不错，差哪了？同样的，有的男人啊，车房没有，存款负债几十万，从来也不缺女朋友。作为一名目睹过成百上千的老实人和渣男的权威人士，今天就给你们解答一下老实人到底差哪了。那举一些简单的场景啊，大家来品一下。这第一次见面，老实人穿的是板板正正啊，去跟姑娘相处啊，感觉又特别拘谨啊，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啊，对待女方是特别客气，处处讨好，生怕一点做不好啊，留下一个坏印象。人家渣男啊，穿的就很休闲，偶尔还喷个男士香水，一见面啊就掌控大局，从容面对，就像是老朋友，自然自带话题。人家不管长相什么样，都特别自信啊，会说话，会聊天，让女方就觉得哎呀，相处的特别舒服。这第一次见面之后啊，
这老实人对待姑娘那是各种讨好，送吃送喝，什么都得问问女方的意见，去这儿行不行，去那儿行不行的。人女方一个电话呀，他都得必须接，鞍前马后伺候着，还整天胡思乱想，他是不是不喜欢我呀？我是不是做的不好呀？他不会是这个意思吧？这渣男啊，会直接跟这姑娘说，走，一起去玩吧，还有几个朋友一起，这人多热闹。他去的地方也很有意思啊，绝对不是商场啊、电影院，而是一些游乐场啊、悬崖边呐、这犄角旮旯，反正啊都是你没怎么去过的地儿。这当姑娘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啊，这老实人就会说呀，哎呀，别难过啊，会过去的，开心一点，我给你讲个笑话等等。人家渣男说呀，下楼，我10分钟就到你楼下。出去吃饭呀，回回啊，这个老实人去买单，跟渣男吃饭啊，回回啊都是姑娘抢着买单。渣男们怎么样？我说的对吧？这老实人跟姑娘聊天，你在干嘛呢？吃饭了吗？睡了吗？哎呀，周末有空吗？一起吃个饭吧。而姑娘呢，往往还是爱答不理的回复。人家渣男呢，就会画大饼啊，而且画得很自然，出其不意，让你产生兴趣啊，仰慕之情。聊得正欢的时候啊，突然失联，玩欲擒故纵。这相处一段时间之后啊，老实人啊，每次啊都是吃饭、压马路、逛公园，连手啊都不敢牵，这有贼心啊没贼胆。这渣男呢是说说笑笑啊，很自然的就拉起了手，感觉正好的时候，啪，他就吻上来了。这姑娘还特别害羞啊，哎呀，很意外啊，但是感觉还甜甜的。这谈到结婚的时候啊，姑娘对老实男人说呀，我们这边的风俗啊是20万的彩礼和5金，我爸妈呢也就是想看看你的态度，给我自己一个保障。这渣男对姑娘说呀，我没车没房，负债几十万，我出不起彩礼，我还觉得呀会拖累你，咱俩不太合适。人姑娘说呀，没关系啊，彩礼不重要，我愿意啊和你一起努力，一起还债，一起买车买房。这两人分手之后啊，老实人就发信息问这姑娘，你在干嘛呢？吃饭了吗？然后纠结来纠结去啊，问他呀要不要再见一面，我之前呀做错了，你原谅我吧，我是真心啊想跟你在一起的。这姑娘就直接回复呀，咱们啊不可能了，不要再联系了。这跟渣男分手之后啊，哎呀，半夜3更啊，姑娘就扒拉那渣男的朋友圈啊，看看对方呀，哎呀有没有女朋友了呀，最近在干嘛呀？然后想想渣男除了不怎么搭理他，哎呀，其他各个方面啊全是优点。哥们儿姐们们，我那许愿池里的王八们，你就说我说的对不对吧？你为啥就是找不着对象？那人家为啥就从来不缺对象呢？你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赶紧品。有一位姑娘来找对象啊，32岁了，一直单身呢。本科毕业，在国企工作，年薪6万左右。她自己也很着急啊，但总是相亲不到满意的。我问她，我说你到底想要找什么样子的？她说呀，想找一个人品好啊，又顾家又靠谱的男人。我说你这范围也太大了，你可以具体一点呀。她说呢，自己其实也没什么要求，只要人好有感觉就可以。听完呢，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这边确实有不少男士人挺好的，但是多少都有些明显的短板就是缺点。他们找对象要求也不会太高。既然你比较看重感觉，那我就先把他们的缺点说给你听听。你要接受的话我呢就介绍给你；不接受咱就算了，免得介绍给你你又看不上人家。他听完之后也同意了。这介绍的第一位男士主要缺点就是胖身高在175左右，体重接近200斤。他一听就跟我说，哎呀，这也太胖了，自己的身材都管不住，那还能干啥呀？不愿意。这第二位男士学历中专，家是农村的，父母也没有社保，兄弟2个，他是哥哥。这姑娘一听这不行，我是本科我不能找本科以下的，兄弟俩麻烦还不断，而且农村婆婆她也厉害。接着呢，我又介绍了第3位男士这个男士情况比较特殊一点脱发比较厉害，个子也不算很高165左右。但是这个男士我是比较了解的，认识时间很长嘛，知根知底，人品特别好。这姑娘一听我不同意秃头很难看的，个子太矮，那也太丢人了。听完呢，我又给他介绍了第4位男士人很好，但是太老实了，没谈过恋爱，性格比较闷，不会哄女孩子开心。他一听就不愿意了，说不喜欢太老实的，起码2人谈恋爱他得懂我的想法吧，我生气了得知道会哄我，不然的话我干嘛要跟他在一起呢？说完呢，就特别不情愿的跟我抱怨，说我给他介绍都是歪瓜裂枣他一个都没能看得上。听完呢，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给你介绍这些还真不是歪瓜裂枣第一位胖的男士人家是有车有房，海外留学硕士，父母还是公务员，性格好，在华为工作，那年收入嘛肯定可观呀。这第2位呢，虽然家是农村的，中专毕业就在外创业，现在自己开2家工厂收入咱就不说了，手下员工都有100多位。
这第3位男士啊，在研究所搞科研的，年收入啊稳定在30-40万，父母都是大学老师，家庭教育都非常好。但第4位男士呢，这个是一名医生啊，因为大学确实比较忙啊，这个学业顾不过来，也没有时间去谈了。这姑娘听完立马就跟我说呀，哎呀，那感觉还不错啊，都可以认识一下。我问她，我说你不是都没有感觉吗？她说那不是因为你先说他们的缺点吗？你看看啊，要么长得胖，要么长得丑，要么家是农村的还兄弟2个，要么是情商低的，所以我才不愿意啊。我一听啊，合着你所谓的有感觉，就是对方长得帅，身材好，情商高，家庭条件还好，个人还有能力的呗。这姑娘一听啊，说啊，那也不是，我这个人吧，不是很看重物质，感觉呢就是看对眼儿，这个对方长得看起来舒服，相处起来不讨厌吧。听完我就头疼了，姐妹儿，你好歹明确的告诉我一下什么是有感觉吧。最后这姑娘啊是缓缓道来呀，这个车房啊是要有的，没有贷款最好，有贷款呢也可以，但是个人能力得强啊。你像我一年赚6万块钱，他一年得起码15万吧。家庭条件呢我也要求不高，这个男方父母城市户口，有个退休就行。工作上面啊，这个男人工作嘛最好体面一点，公务员呀、事业单位啊、管理岗啊、这个医生啊都可以的，我也不挑。这人这一块呢，就是啊，长得呀不要求多帅，毕竟啊我也配不上人家，但是也不能太丑，稍微差不多的就行。性格稳重，思想成熟啊，这个是我最欣赏的。其次人品要好，有责任心也是我最看重的。2个人相处啊，这个情商啊多少得有点吧。当然呢，我要求也不那么高啊，起码呀会哄我开心就行。说了这些之后还问我有什么要补充的，我的妈呀，这些都已经灭绝了吧。临了还加了句啊，哎呀，不找离异的，身材不好的。哎呀，忍了忍，我就跟这姑娘说啊，总是这么做梦找对象，都32了，最后不耽误你自己，耽误谁呢？好了啊，最近许愿池里面的王八有点多啊，我等会儿我得去市场上卖王八，一只王八我得卖30万，看有没有人识货啊。这前2天呢，有一位男士啊来找对象啊，条件真的特别好，92年的硕士研究生啊，海归，从事金融行业。他来找对象呢，有一个要求啊，就是他有处女情节，希望能够找母胎单身、门当户对的姑娘。说实话啊，现在的相亲市场啊，母胎单身啊，不论男女啊，确实不是很多，但大把的男士啊，还是有不同程度的处女情节的。昨天给他联系一位姑娘啊，94年的硕士研究生，刚毕业没有2年，这个母胎单身，是一名医生啊。2人呢是互相看了资料，也都挺满意啊彼此的条件，就约在今天中午啊一起吃个饭。就在刚刚啊吃饭结束了，2人是同时啊给我打电话，一先一后啊，这种情况一般啊都不是什么好事儿。2人呢一上来啊就是互相指责，一人一句啊，我算是明白了这个过程啊。我给大家模拟一下现场，挺有意思啊。这中午吃饭的时候，这姑娘是带着闺蜜去的，人闺蜜95年的，是一名警察。据男士描述啊，这个姑娘长得非常好啊，很有气质，而很漂亮。姑娘说呀，自己是没怎么相过亲啊，不太放心，所以让朋友啊陪着来了。那男士听了呢，哎呀，也可以理解，也尊重啊。就这样，3个人一起吃了饭。刚开始啊，2人聊了些生活家常，聊得还算愉快。可是越往后啊，越冷场。这姑娘呢也不怎么搭理他啊，只是自顾自的玩起手机。反而是这个闺蜜啊，看有些冷场，就主动替她朋友说说话，解释说呀，这是第一次相亲啊，所以不太好意思。慢慢的呢，这男士啊就有点不太愿意啊，说话有些直。毕竟咱来相亲啊，好心请你吃饭啊，你带朋友也就算了，你还拉的个脸，那是几个意思啊？他又直接问这姑娘是不是不喜欢自己。这姑娘说啊，没有，自己只是比较慢热，毕竟母胎单身这么多年啊，对待感情啊还是比较谨慎的。那男士一听啊，就问这个姑娘啊，喜欢什么类型的？这姑娘说呢，男人啊要成熟稳重，有大格局，有眼界，工作上面要能力突出，回到家里啊也要温柔体贴啊，爱我最重要。说到这儿，这闺蜜啊有点听不下去了，说这世上没有这样的爱情啊，不要期待太高，人品正，有责任心啊才是最重要的。但这姑娘就不愿意了，说自己啊母胎单身啊很珍贵啊，现在这样的女人啊都很少了，我一定要找到一个真心爱我的才值得。听的男士啊那是越来越不爽啊，是句句都不离自己母胎单身。于是他就问这个姑娘，那你只要求男人爱你就可以吗？人丑个子矮年龄大工作在底层你能接受吗？这姑娘一听啊就问男士，你是故意的吧？我当然是先要看条件呀，条件差的我见都不会去见的。我并不是挑，而是因为我自己都很优秀，我不高攀，但也不能找个底层的人吧。我年薪20万，我不能找个低于30-50万的吧。我房子140多平全款，我不能找房子还不如我面积大的，还有贷款的吧。我可不想结了婚降低我自己的生活品质。其实说到这的时候，这个男士就已经很不喜欢对面这个姑娘了，说话呀就很直接了。
那你的意思是你要找个有车有房条件好的，工作有能力，一年还能赚个30-50万，还要对你好，哄着你，回家伺候你的男人吗？姑娘也很直接啊，对呀。男人呢就笑了笑，问他呀，你是哪来的自信啊？你是年轻漂亮了，还是温柔体贴了？这姑娘听完就生气了，说你不就是图我母胎单身才见我的吗？你不就是因为我条件好才喜欢我的吗？这男士一听啊，接着说，姑娘你太搞笑了啊，这顿饭吃的我都快喜欢上你闺蜜了。她谈过恋爱，待人温柔啊，知道给我们俩夹菜，明事理在一旁边啊也不说话，反倒是你什么都觉得男人应该干的，你闺蜜还知道劝劝你现实一点。这姑娘气的呀扭头就走啊，结果就是出来就给我打了电话，说这个男士啊太渣了啊，侮辱了她。不一会儿这男士还打电话过来，先是道歉说呀自己啊被气着了，说话呀有点没分寸，后是解释了一个这个过程。婚恋市场上母胎单身啊确实是加分项，前提是你得年龄不能太大。你看你自己气质上面压过男人，要求上高过男人，以自己母胎单身啊就定性自己的高价值。拜托，你的价值是由相亲市场上来决定的。快30岁了，母胎单身，脾气还大，哪个车房全款年收入50万以上的男人能敢娶呢？如果面临2选1，娇柔造作的母胎单身女和善解人意的有恋爱史的姑娘，多数男人啊他也会选择后者的。毕竟啊，男人他也不傻不瞎吧。我一般不跟人说心里话。